大家好，欢迎来到阿鹏频道。今天我们继续来追踪 Google 工程师陈立人的杀妻案。我们把镜头对准陈立人本人，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陈立人宁可毁掉一切，也不愿意放过于玄一，推倒重来呢？陈立人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无数普通人仰望的高配版本。他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厅级高干家庭，父母皆为体制内的成功人物，是那种在体制内早已打通了任督二脉的权力家庭。而陈立人的成长也顺理成章地延续了这份荣耀，从小学到高中一路名校，直接成为了清华学霸。在这样的家庭里父母多为成就导向型的，极度关注孩子的表现和社会的评价，而忽略了孩子的人格教育。有的父母甚至各玩各的，给孩子起到了非常差的引导作用。孩子长期生活在一个被期望和被赞美的环境当中，形成了一个我必须优秀、完美、成功才值得被爱的这样的认知。这就是自恋型人格早期的超级自我的雏形，真实的自我长期被压抑而变得非常的脆弱。众所周知中国的高干子弟在国内拥有普通人家的孩子无法企及的社会特权，在校园、社交、就业当中获得的多是正向的反馈。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被权力结构所保护，他还不需要发展真正的共情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他们缺乏社会给的挫折教育，不理解失败或者普通意味着什么，特别容易养成我就是特别的，我应当被顺从，我就是最优秀的这种深层次的心理信条。但是这些所谓的高干子弟看似完美，他们忽略了这一切的完美都只是成立在国内原生家庭打造的阶级体系内。如果陈立人不出国，继续留在国内，他的婚姻大概率会按照他们家族默认的路径来展开，娶一个能为家族带来资源、维护政治盟友关系的门当户对的对象，也许是省委某厅长的千金，或者是某国企高管的独生女。在体制的轨道内陈立人的人生就会像父辈一样按部就班螺旋上升，从副科升到正处，从正处调进部委，稳稳当当的继承权力的下一站。没有人会要求他证明自己，也没有人会轻易的羞辱他。而一旦跨出国门来到美国以后陈立人曾经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四川、在成都的上流社会的身份瞬间被清零了，从干部子弟立马变成了签证的打工人。在美国，尤其是在硅谷，那可是全世界高干子弟、富豪子女的大本营。陈立人引以为傲的身份和背景放在这里根本就不够看。你爸是厅级干部，那又怎么样？这里有大把的省部级高官，甚至国家领导人的孩子。你是清华的，那又怎么样？这里有斯坦福、麻省理工、耶鲁出来的，也是一抓一大把。除了能给陈立人接济一些钱财以外，陈立人原在中国的家族的权势、人脉影响力，在美利坚这片陌生的土地上鞭长莫及。在陈立人朝九晚五的码农的日常生活里毫无用武之地，公司的一个小主管的挑剔就可以牵动陈立人的情绪，甚至影响到他在美国的居留。陈立人的尊严不能再靠家庭的出身来获得，而是需要靠打工来赚取。他的安全感不再来自于上流阶级，而只能仰仗签证和工作的评分。于是一种剧烈的阶级下坠感和挫败感悄无声息地开始发酵。更糟糕的是陈立人的人生剧本的下半段彻底脱轨。他青梅竹马的前女友早就看清了现实，一来到美利坚这片纸醉金迷的世界，就立刻投身了真正的富二代，毫不留情地甩了他。这对陈立人来讲是在感受到了阶级撕裂之后又一次的致命背叛。他第一次从被选择者变成了被淘汰者。于是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寂寞焦虑当中，他迫切的需要找一个替代品来重新确认我是特别的，迫切需要一段亲密的关系来重建那段摇摇欲坠的自我。而阶级的巨大滑落使得陈立人的身份在美国的社交当中已经没有了任何的优势。而就在这个时候，受害者于玄一出现了。就这样，一个来自普通家庭、温柔独立、努力上进的姑娘，成为了陈立人在感受到巨大的阶层滑落和人生挫折以后新的自我证明工具。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是爱情的乌托邦，而是陈立人自我疗伤的避风港，是他精英主义自恋结构在现实当中彻底溃败后的无奈选择。在陈立人的眼中这段关系从来就不是平等的，不是相互成就的，完全就是陈立人自恋型的关系投射，失去了高配人生后的心理止损。说白了，在陈立人的内心里面从来就没有瞧得起，也没有尊重过于玄一。他之所以选择于玄一，就是因为他性格上温和，没有强势的背景，
家庭普通，更容易掌控，更容易满足他被仰望、被需要的心理补偿机制。换句话说，他不是为了爱人，而是为了被爱。他不是在寻找情感的联络，而是在用对方对自己的崇拜感来修复自己的自尊。由此他才敢放肆地将他同前任做比较，无端的挑剔、控制、打压。但这也是一段危险的结构。只要对方有丝毫的独立，不听话，批评、反驳，陈立人就会疯狂，就会崩溃，就会将他视作人生的第二次背叛。一旦你不仰望我，你就等于否定了我存在的价值。而正在这个时候，陈的前女友又出现了。这个女人不仅是他心里无法再拥有的高配人生的象征，更是他曾经是谁的强烈提醒。前女友的突然联系看似惆怅地感慨了一句：如果我们那年没有分开，现在一切会不会不同呢？不仅仅是诱惑，更是屠刀，是阶层的回声。他分明在告诉陈立人，你本来可以继续留在上层社会的，你本来有机会拥有我，但是你选错了人生。他不是来唤醒爱的，他是来唤醒陈立人的羞耻的，把陈立人在于宣一那里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那点脆弱的自尊，又一次撕得体无完肤。更残酷的是，在陈立人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眼中悲剧从来都不是自己的错，他不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更不会承认自己的选择出了问题。在陈立人的叙事里面现实当中的妻子于宣一反而成为了他走错人生路的替罪羊。于宣一越是努力的维系婚姻，陈立人越是觉得厌烦。于宣一越平凡，越真实，越追问，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陈立人再也回不去的高配过去。当自恋的幻想和完美的人设被现实击穿，陈立人的内心发生了剧烈的撕裂。他开始把自己的人生所有的失败都归结到这个选错的婚姻上面。不是体制没给他路子，不是前女友无情，而是眼前这个平凡的女人拖了他的后腿，让他彻底跌入了谷底。当第一拳轮向于宣一的时候，陈立人就已经彻底卸下了所有的伪装，恶魔先行了。他要毁掉一切，毁掉这个让他看见失败的人。这已经不再是争吵，更不是失控，这是一场自恋者对现实世界的杀戮。陈立人要毁掉的就是那个让他看见自己失败的人，那个不再让他感觉到自己伟大的世界。这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终极的报复。当他不再被仰望，就要毁灭所有让他显得普通的人和事儿。最后阿鹏想说的是，这起悲剧同样警示着无数正在情感关系当中默默忍受的人。当你面对的是一个把你当工具的人，无论他多么有才华，多么优秀，多么会表达爱，都不要轻信，要学会保护自己。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比强调自我实现的时代，却越来越羞于承认普通也是一种价值。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被仰望，不是每一段关系都必须高配，更不是每一次的失败都值得崩溃。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永远要赢，而是可以优雅的去输。希望我们从这起案件当中学会的不只是恐惧，不只是愤怒，而是如何活得真诚，如何爱得更加平等，如何接受那个不那么耀眼，但是更加真实的自己。好了，这起案件目前已经进入了庭审阶段，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但是关于人性的思考才刚刚开始。我是阿鹏，接下来我们的频道将会推出真实谜案追踪系列，和大家一起走进迷雾，还原真相，反思人性，穿越人心。欢迎订阅阿鹏频道。我们相信即使这个世界也许并不总是温柔的，但只要有人愿意追问，愿意倾听，就一定会点亮微光，遇见美好。我们下期再见。